上是小夫妻，氣頭笑嘻嘻。我是雪啦，我是雲流。來泰國要買什麼伴手禮呢？這次伴手禮不只有我們推薦哦，我還找來了在泰國生活的外國朋友，看看不同的國家會喜歡什麼樣子的伴手禮。我跟你說，答案真的是出乎意料。最後我們會一一開箱，整理最推薦購買的伴手禮給大家，讓你照着買不踩雷哦。讓我們來聽聽看，住在曼谷的外國人推薦哪些伴手禮呢？你好，台灣。タイで一番好きなお土産は何ですか？私は、タイのアフターユーがすごい好きなので、アフターユーのクッキー、すごい美味しいです。タイにしかなくて、もう一つは、ブルーノのこのチョコレートブラウニークリスプです。正直、これ日本に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、タイで買う方が半額ぐらいの値段で買えるんで、結構お土産に喜ばれます。僕は、海苔。いろんな種類味があって、僕が好きなのは緑のやつ。いろんな味があって楽しめるし、ちょっとお腹空いた時にいい。I think those small elephant plushies that you can buy at those markets, those are very cute. I personally like them because that was the first gift I got from my fiance from Thailand. So it has like a special meaning to me. It's not exactly a souvenir, but a small thing, maybe like the longan. The small brown fruit. I haven't really seen it outside of Thailand anywhere, and I think it's really good. 一般的泰国都会比较喜欢吃这边的新鮮水果，青色的芒果，就是在街邊的玻璃車裡面才能看到的那種青色芒果。我如果推薦的話，一個也是香皂，商場裡有賣的，就是有各種味道的，它也很便宜，而且它的香味也很持久。日本人はタイでどんなお土産よく買っていますか？食べ物じゃないけど、ヤードム。あれは結構タイのお土産で有名かな。食べ物はドライフルーツ。ドライフルーツ。ドライマンゴーとか、ドライドリアン。Anything elephant related. Yeah, we don't have any elephants like in zoos either in Norway, so elephants are very cool. 因為泰國這邊它的產椰子非常多嘛，椰子類的有一個像蛋卷一樣的。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泰國的特色，因為它也很小巧，很容易帶回去。你看泰國人基本上每個人包裡都會有一個。聊完泰國伴手禮，我也把台灣之光土鳳梨酥端出來了。是否能征服外國同學的味蕾呢？ Oh, we have no idea. Chopsticks? I've never tried Taiwanese food, so this will be interesting. Oh, like a sweet. Oh, it was very good, but it did not taste like pineapple. Almost like a marmalade taste to it. Very sweet. I like it, but I feel like a lot of Asian desserts are very sweet compared to European desserts. Not too sweet for me. It was okay, like a good balance. 初めて。美味しい。甘さちょうどいいかな。台灣鳳梨酥是很有名的，也是小時候的味道。讓我感覺這個裡面的餡兒很好吃，它能吃到那個菠蘿的顆粒。上一次吃還是吃那種那個叫什麼徐福記，一個品牌出的那種流水線上的那種鳳梨酥，它的內餡可能就沒有這麼好吃。對，它就沒有纖維，比較甜的那種，因為它放了很多冬瓜餡。不止這樣，我還詢問了泰國在地人，挖出這份隱藏必買清單。不過要去哪裡買才對呢？別擔心，跟着我的腳步繼續看下去咯。我們現在要去買伴手禮，就發現這邊的貓怎麼這樣子睡啊？太隨性了，好可愛哦！我在其他地方也沒有看到貓咪這樣大剌剌的睡，通常是狗才會這樣子，因為貓咪好像會喜歡躲在什麼小角落睡。但這隻貓，它是貓生狗魂吧？我們現在要來買日本同學推薦的伴手禮。After You 最有名的是它的下午茶，有蜜糖吐司，還有很有名的刨冰。除了來這邊吃下午茶之外，沒想到這邊也可以買伴手禮。同學推薦的是這個，有玉米脆餅的餅乾，還有這個巧克力脆片布朗尼。他說這個雖然日本也有賣，但是在泰國買的話會便宜很多。
我覺得我今天根本是假借買伴手禮之名，順便來吃下午茶。日本同學他非常強烈推薦我一定要點焙茶的刨冰。我看台灣推薦的都是泰奶的刨冰，但是他跟我說焙茶的刨冰超好吃，而且還比日本的焙茶好吃。但是又點了一個招牌的蜜糖吐司，你有發現它蜜糖吐司特別的厚嗎？我吃第一口進去的时候，吐司的外皮是酥脆的，冰淇淋的品質以及鮮奶油的搭配不會像死甜的味道，比我想象中它的甜度還要低很多，所以我是可以把這個蜜糖吐司吃完的。我記得以前有一陣子台灣不是很流行蜜糖吐司，非常的花俏，但是太花俏的問題是我印象中我當下會覺得太甜，我一個人沒有辦法把它吃完。但是這個很平衡，味道不會過甜，而且它的冰淇淋也給得很足夠，有2大球的香草冰淇淋，吐司又比一般的吐司還厚，你看它多高，2層樓的高度。刨冰很厲害的是，每一層刨冰都完整的沾滿了焙茶的味道，非常的均勻的灑滿在整個冰上面。焙茶的甜度也不高，再配上原味的鮮奶油，那上面撒了一點點黃豆粉，整個吃起來很清爽。想要再吃甜一點的話，它旁邊還有一杯糖漿，你可以自己依照你想要的需求倒上去了。加上黑糖蜜之後，會變得甜一點點，有一點點蓋住焙茶的味道。我覺得這樣吃原味對我來說就很好吃了。我們吃完 After You 下午茶了，剛剛吃到一半啊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來泰國喜歡他們下午茶或是咖啡廳，還有一個原因是，他不會強迫你一定要低消一杯飲料。因為我剛剛就在想，我跟老公點了蜜糖吐司，然後又點了焙茶的剉冰，我就想說，好像還少了什麼東西。我就想說，對，他沒有要我們點飲料，因為通常我在台灣的咖啡廳，他除了點心之外，他會要我每個人再低消一杯飲料。對不起，我個人覺得低消強迫一杯飲料是不太合理的事情，然後又現實。但是這個在泰國的咖啡廳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。在下午茶應該是要培養氣氛，好好跟你的朋友聊天，享受這個餐點，都會變成說拼翻桌率，要你低消，要你現吃，那個感覺都被破壞掉了。這隻貓真的很愜意耶。右邊睡完跑來左邊睡，然後我們現在要去找另外一位同學推薦的，他推薦我一定要吃他們這邊的水果攤，他們有一種是青芒果，在泰國吃青芒果的特色是它會再另外沾醬，就是像這種傳統的水果攤，哦，還可以試試有一種是比較酸的，另外一種是比較正常的。水果推車啊，是源自於他們小時候，好比像我們小學或國中下課的時候，你會很想要趕快去雞排攤買一塊雞排來，所以這個水果攤也是非常的有泰國當地文化的特色。跟台灣不一樣的是，台灣吃到的芒果是比較黃，味道比較甜。在泰國，因為芒果的數量非常的多，那有時候芒果它還沒有到很成熟、很甜的时候，就會是青色的。為了要抑制芒果的酸度，通常他們會另外再沾醬吃。除了青芒果以外，他們還有很多的水果都是可以配沾醬來吃。剛剛老闆跟我說這個不會酸，我先吃一口原味，很脆耶。第一口它的味道有一點點讓我想到台灣也有的水果叫情人果，我覺得它味道很像情人果，再結合芭樂的甘甜味道，其實單吃也還不錯吃。那我現在來沾它的魚露蘸醬，除了魚露的香味，還有蝦米的香味撲鼻而來，味道還蠻濃郁的。蘸這個醬很像變成一道鹹的菜，我覺得沒有互搭，兩個是截然不同的味道，其實蠻好吃的。我還蠻喜歡泰國的青芒果，因為我在台灣吃的芒果，對我來說，我有時候會覺得甜度太高了。這個青芒果吃起來比較清爽，身體不會有太大的負擔。現在我們要去 Big C 買伴手禮，在 Central World 旁邊曼谷生活了一段時間，我還是很推薦大家來 Central World 旁邊 Big C 買伴手禮的原因，是因為地點非常的好，因為它就連接着 Central 百貨還有Siam商圈的好幾個百貨，所以你可以跟Siam商圈排在一起，當做你一日的行程。那再來是品項非常的齊全，雖然 Big C 的價格比蓮花超市還要貴，但是以觀光客來說，我會覺得你想要一次買齊全東西的話，還是去 Big C 最方便，因為價格也不貴的關係，它價差不會大到你覺得沒有辦法負荷。蓮花超市雖然價格比較便宜，但它比較偏向在地人採買生活用品的地方，品項不是
偏觀光客的取向。如果說你想要一次買齊很熱門的伴手禮的話，蓮花超市可能就沒有辦法一次性的滿足你。所以總結來說，我還是很推薦大家去 Central World 旁邊的 Big C 買。而且它還有一個好處是，它現場有很多洋芋片的櫃姐會在旁邊發試吃給你，你可以現場試吃，然後再決定你要不要買這個伴手禮。我覺得這也是這間 Big C 的優勢之一，因為它人潮夠多，很多店家會在現場發試吃。來這間 Big C 還有一個大家最愛的泰式手搖奶，好香哦，我就聞到泰奶的味道了。同學有推薦，因為泰國有很多的椰子嘛，他推椰子的蛋卷卷心酥，很多地方都有賣這個，很像是小蛋糕的。那我們選了一個斑斕口味，因為斑斕是泰國的特色。我發現這個巧克力脆皮布朗尼 Big C 也有賣，這個是65塊泰銖。這個有一片住宿的櫃檯妹妹，她推薦我，他們泰國人都喜歡吃這個，藍色是最沒有辣的。雖然台灣也有賣，不過價格還是有價差。妹妹有教我一個他們泰國人當地的特殊吃法，回去開箱的時候再跟大家說。我現在在一個很小的角落，是印尼的餅乾，但是我們在泰國買了之後，我們就覺得超好吃。对，这我們夫妻2個認證過，超好吃的。好吃，連同學有時候還好吃。我發現後面這個人很厲害，他是現場直播在賣東西，我就很好奇，就拿來看。這小餅乾好可愛哦，它是一個小餅乾，然後是裝的像吐司的形狀，買回去幫大家開箱看看。哦，我找到了，這個是泰國的櫃檯妹妹推薦我的，說是他們小時候會吃的零食，因為是雞腿造型的，所以他們都叫它雞腿餅乾。小老板海苔，因為這個在台灣也非常的熱門，是日本同學推薦我的這個。那他最推薦的是綠色的原味鹹蛋黃的洋芋片，真的很多人推。我發現樂事也有出一樣鹹蛋黃的口味，因為我上次來現場場勘的時候，剛好2間都有發試吃的給我吃，其實這個也蠻好吃的。一次買回去幫大家開箱。日本人也很喜歡來泰國買水果乾，那我們這次就買這個，好像很厲害。我們在現場觀察，發現到有一個人他拿了超多盒這個的，看起來很好吃，幫大家回去開箱。剛剛無意間看到一盒，讓我想到在夜市吃蟲的，他為什麼要把鳳梨酥做得很像蟲的造型？我剛剛嚇一跳，我想說不會吧，有賣蟲蛹乾嗎？結果仔細看，哦。是鳳梨酥啦，為什麼要做成這樣子啊？泰國的超市都有很多賣這種米餅的地方，一個是放在旁邊陳列的架上，這種已經做好一段時間的，但是這間 Big C 有現做的米餅在這邊，那它現場也可以試試口味，現做的比較沒有這個那麼硬，蠻推薦大家來這邊買現做的米餅，口感上面更好。泰國人最喜歡的2個鼻通品牌，一個是這個。另外一個是這種的，其實這2個都是非常經典的鼻通款式，裡面是真的是天然草本，那這種就是方便攜帶，變成是精油的方式在裡面。那我個人自己會比較喜歡天然草本的，聽說這個很小一罐，但是它味道可以非常的持久，而且我覺得很誇張的是，我之前去 Siam Discovery 的時候，專門有為了這個鼻通做了一個小掛包在這裡。是專門綁鼻通的袋子，像我們台灣最常買的是什麼？手搖杯的飲料袋，但他們這邊出的是掛鼻通的小背帶。我朝思暮想的蟲蟲餅乾竟然在 Big C 找到。噔噔，我之前還是社畜的時候，我拿去送給同事，每個人看到就是聞蟲色變，而且我發現它的外包裝變可愛了，難怪我一時之間找不到。我覺得應該是在騙小朋友讓他吃，所以這個可愛都是好吃的哦，然後這個嘴巴張開就可以吃了，好期待哦！只有你期待而已，千萬不要叫我吃。我們把泰國的伴手禮帶回來，要開箱給大家。除了我們自己精挑細選之外，還有不同國家同學介紹的伴手禮。那我們就來開箱，一個是After You 的鹹蛋黃麵包塊。那 After You 是泰國非常有名的下午茶甜點店，我是吃了，真的很好吃。他們最有名的是蜜糖吐司以及他們的刨冰。那既然蜜糖吐司帶不回來，所以就只好带回來這個。除了鹹蛋黃口味之外，還有洋蔥酸奶以及奶油的口味。那時候我們有問店員說他推薦哪一個，他推薦我們鹹蛋黃口味的。我剛打開裡面好香哦，而且我覺得很誇張。剛剛把食物倒出來，大家看一下。你不講我還以為來到什麼地方吃冬陰功的那個配料。這裡面它味道非常的濃烈之外，你會發現它裡面還放了泰國的青檸檬葉以及乾辣椒在裡面，所以我覺得調味上應該是非常的夠味。
從外表看，它的蘸醬塗得非常的厚，好好吃哎！不是大家想象中鹹蛋黃的味道，反而是青檸檬的香味，蘸醬包裹得非常的厚，反而吃不出來鹹蛋黃的味道。我覺得這個是很下酒菜的餅乾，但如果單吃太多的話，久了會有點鹹。那我覺得還蠻對得起它的價格，因為是一款很高品質的零食，香氣非常的濃郁，非常的刷脆。下一個一樣是 After You 的玉米脆片餅乾，它這個是罐裝的形式，還蠻適合你要帶回來台灣，就比較不怕它壓爛，避免潮濕嘛，所以它上面設計的是很像易開罐一樣，你要先把它打開，避免空氣跑進去，維持玉米脆片的新鮮程度。滿滿的儀式感。首先看外形很像一般的手工喜餅的感覺，老實說，我覺得它玉米味沒有那麼突出，就是鹹鹹淡淡的。它甜度還蠻低的，可是你仔細咀嚼之後，你會發現它玉米脆片好像是打碎了之後混在餅乾裡面。這款我會推，因為它有2種層次的不同感覺，所以你很喜歡吃卡茲卡茲的話，很像小星星在裡面爆炸一樣的感覺。一個很清新脫俗的小餅乾，好像是我們第一次吃到這種脆感的口感，對不对？對，我第一次吃到這種口感，所以我蠻推薦給觀眾。吃过這麼多餅乾，這個口感很特別。這個是日本同學推薦給我的，我覺得還蠻好吃的，因為它甜度不會很高，所以它是一款很耐吃的餅乾。來，下一個也是在 After You 買的巧克力布朗尼脆片，那這款其實在 Big C 也有賣，兩邊的價格是一樣的。那這款巧克力脆片它厲害的是健康系零食，因為一般我們聽到巧克力布朗尼，你想說哇，這個一定是很罪惡，但是他們反過來真的是走天然無麩質的健康系零食。為什麼會健康呢？因為用100%天然椰子去做的。健身的人會很 care GI 值，因為像一般的餅乾它是加砂糖，那砂糖它 GI 值大概有100左右，用椰子糖去做的話，它 GI 值大概只有35。讓你的血糖比較平穩，這樣我有個抗勝的點。健康食品大部分都不好吃，我就知道你要講這個。你都來吃零食了，你還吃什麼健康食品？會不會太矯情了一點點？沒關係，我們就來試試看。首先，我剛剛開始看外表的時候，它真的做得很像巧克力布朗尼。因為巧克力布朗尼，你看之後它其實上面有一點點的光澤，這個餅乾真的做到有一點點光澤。那我第一口吃進去的時候，先吃到的是它杏仁的香氣，杏仁的選料應該是用的還蠻好的，香氣很濃郁。再來是巧克力的濃郁的味道撲鼻而來。你跟我說它是健康零食，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，我覺得真的還蠻好吃的。對。你又在意健康，又想吃零食，哇，這款真的很適合。這款也是我日本同學推薦給我的。日本人他們的零食的標準應該是非常高，日本同學他也是有在健身的。這款雖然在日本當地也有賣，不過因為它是泰國的公司製造的，所以在泰國買價格便宜還蠻多的。下一個是香蕉脆餅，泰國妹妹她推薦給我的，這個是她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吃的一款零食。泰國版的乖乖就對了。它有獲得 OTOP 5星級認證，北碧府當地的香蕉製作而成。最剛開始創辦人自己做香蕉乾，然後做一做之後，他們當地的社區的人就來說，不然我來幫你規模化。開始讓這個香蕉脆餅可以去量產，量產之後，它大部分是在學校的合作社開始賣，就有點像是我們小學的時候去合作社會買到的零食。但是因為太受歡迎了，所以它才越賣越大。那這款我在 Big C 我問了之後是沒有，我後來是在 Seven 買到。其實總共有9個口味啦，不過在 Seven 它只有賣紫菜口味跟 Barbecue， 但是它寫 Barbecue， 好可愛的發音。泰國妹妹跟我推薦說，她最喜歡吃這個紫菜的口味。我有點失望經過了地方媽媽、小學生、泰國全區域的人認證的零食，沒有讓我出乎意料或是非常驚奇的口感。它把香蕉切得非常的薄，薄到我覺得已經接近洋芋片的程度了。再加上它有調味，我不覺得它是香蕉乾，我反而覺得它是洋芋片。所以其實我覺得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想，因為小學生也許他們不喜歡吃香蕉乾，因為香蕉太盛產了，我每天吃香蕉切到很煩。然後地方媽媽就想說，好，那我把香蕉乾做成像洋芋片的口感，再撒上一些調味，這樣子小朋友就會喜歡了。它的調味有很多種，就像我們以前不是麥當勞有那個搖搖脆薯，那這個只是變成摇摇香蕉脆片。
它用傳統的農作物把它改成新創的洋芋片的形式。下一個雞腿造型的餅乾，這個也是泰國妹妹推薦給我的，他們都稱這個叫做雞腿零食，是因為它的外形真的就是雞腿的造型。認真說非常可愛。對啊，但是打開裡面會不會失望啊？有時候圖片僅供參考。你不講我還覺得是魚飼料，那麼小一顆。看到這個造型真的很可愛。我小時候我記得我有吃過螃蟹造型的餅乾，我有吃過耳朵造型的餅乾，就是那古早味零食的那個，那個也很好吃。行李箱帶回來，原本還擔心我會不會打開裡面全部雞腿都碎掉，結果它還完整的耶，口感比我想象中還要厚，但是中間又保有空氣感。那雖然說這個口味是 BBQ 口味，但是它還有再加了冬陰功粉以及海苔下去調味，不像我們想象中的 BBQ 那種比較鹹的味道。這款是真的吃了也很爽嘴，會一直吃的。不要看它那麼小小一隻雞腿，但是它的口感、香氣、它的調味，我覺得都蠻到位的。而且吃到後面它的魚都蠻香的，我覺得它算是一個最強小雞腿。最強小雞腿。非常謝謝泰國妹妹推薦泰國當地人大家共有的兒時回憶的餅乾。下一個是 Bentong 的魷魚片，相信這個魷魚片大家都不陌生。我買最基本的，這個是蒜香的辣，應該辣度會比較好一點。我真的不敢嘗試泰國的辣，很可怕。這個外包裝很可愛，不覺得這個也很古早味嗎？像小時候我們去柑仔店的時候，會去抽零食，就是這樣子。這很適合拿到公司讓那個同事裡面去抽。附了一個繩子，真的可以開店了。泰國妹妹推薦一個泰國人當地的獨特吃法，把魷魚片放到冰水裡面去吃。啊？我以為放到啤酒，怎麼會放在冰水裡面去吃啊？但我真的很納悶，是這樣吃嗎？我剛剛怎麼聽到脆脆的聲音？有嗎？有以前吃的時候它是有點軟爛的，然後有氣無力的這樣子，但是現在倒進冰水裡面，很特別。哎呦，真的，原來是這樣吃我们平常都吃錯了。它原本是上面沾了很多蘸醬，然後有點黏黏的，放到冰水裡面，這是物理變化嗎？其實那時候我對於它的說法，我有點存留懷疑，所以我還去特別弄了另外一個版本，我把它整個放到冰箱裡面，放到冷凍，再試試看，你覺得會有剛剛那個冰水的口感嗎？我蠻好奇的，都有實驗家精神啊！咬一口。這個不好吃。放冷凍不行推薦大家吃 Bentong 魷魚片，一定要加冰水，口感馬上升級。如果有人去加冰的 whisky 或者是葡萄酒，那個感覺應該更特別。它是冰的冰鎮過後的酒，再加上這個可能會很 crazy 有那個味道。像我怕辣的話，我會想要用甜的味道去降低它的辣度。你們如果試了什麼加柳橙汁啊，加了芭樂汁，如何哪一個好喝？留言讓我知道一下。下一個是奶油夾心吐司餅乾，這款會買其實是一個意外，因為我們在逛 Big C 的時候，發現有個外國人他現場直播在買這個，而且我看它的外形很可愛哦，我很迫不及待想要把它開箱看看是什麼樣子的外觀。我打開了之後啊，裡面是真的一個一個獨立包裝，雙層的吐司餅乾，好捨不得吃哦，因為好可愛哦。外層是鋪滿了糖粉，然後裡面是奶油的香味，鹹甜鹹甜的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9個，這一包10塊錢泰銖。哈，真的很便宜，而且蠻好吃的。你每一個獨立包裝不用錢嗎？它跟另外一個椰子的2包20塊泰銖。你知道這個拿到那個精品百貨公司這一包可以賣120了。你的黑店哦。因為它造型又那麼可愛，又獨立包裝，而且裡面是有夾料，又不是只有餅乾。而且它是雙層的餅乾哦，不是只有單層哦。下一個是 QB 的美乃滋醬，這個是起司口味的，這個是松露口味的。很多人是推起司口味的，但是我現場在 Big C 買的時候，剛好遇到他們有現場可以試吃。松露口味的其實也蠻好吃的。最推薦的吃法是配上炸物。好邪惡啊！對，太罪惡了，熱量爆表啊！為了這個，我買了炸雞回來，要試試看2個醬。像我們不是去吃素食，很常出什麼3倍起司口味，然後還要再另外加錢。我覺得你不用買這個醬，自己你要幾倍，10倍起司都可以。
不是業配炸雞哦，因為剛才其實塗蠻多的，發現到它不會搶過炸雞的味道，反而把那個炸雞的味道突出一點點，然後加一點酸味，不會吃膩。外包裝又小小的，很方便攜帶。假如說我今天要出國，我可能当地的飲食我不習慣，我就拿這罐加一加，就變成我喜歡的味道了。有點像是韓國的那種辣椒醬，也是用這種方式，我覺得還不錯哎。下一個是松露美乃滋，那我這次是配了美式的脆薯，兩個味道都蠻突出的。我剛才已經吃完起司，現在吃松露，發現到松露味道不輸給起司哎。但是我覺得沒有想象中松露那麼濃的味道，也是有一點點微酸，再配上薯條，我覺得是比較清爽一點。最害怕的其實就是那個醬，如果太過濃的話，就吃到後面可能會有點膩。它的算還蠻平衡的。是日本的品牌，這兩個口味是泰國限定版本的。下一款蛋黃派斑蘭口味的，泰國的廚房也蠻多會用斑蘭去做料理的，比如說他們會把斑蘭葉放在電鍋裡面，跟白米一起煮，那白米就會有淡淡的香氣出來。那像很多街頭小吃啊，不是也很常看到斑蘭糕，一個一個的小蛋糕，很好吃。所以這次蛋黃派我就特地選了斑蘭口味的蛋黃派來試試看。我覺得甜度還行，因為它是斑蘭醬，所以甜度不會到太高。但是它蛋糕本體有一點點微甜。另外一種吃法是你把它拿到冰箱去冷凍，口感會變得比較扎實。你吃吃看。我们今天都分享了很多不同吃法，好像有點像是那種冰淇淋月餅的感覺。啊，對，因為它裡面的內餡就凝固了。你看哦，這兩個，這個是常溫版本的，比較鬆軟；這個是冷凍過後的，變得比較扎實。中間的內餡也是像冰淇淋的口感。我會推薦放冰箱冷凍吃，而且感覺好像甜度有下降，是不是？一點點。放冷凍吃之後，你可以感受到斑蘭醬從舌頭開始融化之後，味道慢慢散開的香味。下一個。鹹蛋黃洋芋片，那我發現很多人都是推這個。樂事30週年，它也推出了鹹蛋黃版本的經典口味，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盲測一下。你等一下吃，我不讓你知道是哪一個。好，你告訴我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吃。好，現在眼睛閉着哦。我先讓你吃第一個，等一下跟我說第一個還是第二個好吃啊？這個可以哦。等一下，先漱漱你的嘴巴。這麼嚴謹哦。這個你先喝一下，來喝一下。裡面是綠茶，所以要把我那個嘴巴的味道洗掉。再來第二個，來嘍。好。哦，這個高下立見。這麼明顯，哪一個好吃？我覺得第一個最好吃。好，可以睜開眼睛了。第一個是這個。去 Central World 對面那間 Big C 的好處就是，有時候它會有現場試吃的人員在那邊發放試吃。那我那時候試吃了這個，因為大家都推這個，旁邊剛好也有樂事的，我就吃了之後，我發現哇，這個更好吃。今天有買2送1，所以折合下來這包是21塊泰銖，然後這個是33塊泰銖。下一個椰香可麗捲，因為泰國的特色就是有很多椰子口味的東西，但是因為運送過來的路上，我覺得它有可能都碎掉了，因為它是可麗捲。那可麗捲的特色就是它非常的薄，我很擔心打開是不是都碎掉了。椰子的香氣再加上椰奶，千層酥的口感非常的輕薄，因為我剛剛一咬，整個都是碎屑，好好吃哦。主打無防腐劑、無色素、無麩質。下一款也是椰子系列的椰香捲心酥，開動嘍！蛋捲怎麼做這麼短啊？就比較好入口啊。啊，對哦，因為太長，有時候我要接下面的碎屑，很麻煩，一口吃就行了。這款我會推，它那個芝麻好香哦。那個黑芝麻有畫龍點睛的效果耶。但是我覺得那個椰子味太少。你想要椰子味再更重一點。捲心酥的品項很多，我原本還擔心會不會踩雷。這款吃下來還不錯，而且價格也不貴。下一個是非常有名的小老闆，日本同學推薦。小老闆他有一個故事，為什麼會叫小老闆？因為他們家裡有財務狀況，所以創辦人就想說，好，那我來租一個烤栗子的攤位來創業，幫家裡還債。他爸爸知道這件事情之後，有一天爸爸就跟鄰居聊天，就跟他說，我兒子要當小老闆了耶。創辦人聽到爸爸跟鄰居這樣講，他心裡想說，那不然我的品牌名稱就叫小老闆好了。好可愛哦。所以這個小老闆名稱是這樣子來的，它是沒有盒子包裝的。我原本還擔心它會不會碎掉，雖然有一點點碎啦，但是還有保留圓柱的形狀，厲害哦。好脆的口感，
小花棒海苔還有其他的形式，像平的那種香脆海苔，但是其實我個人也很喜歡這種桶狀型的，吃起來會更加的有空氣感，因為中間是空心的嘛，再加上它的海苔是烤得很甜甜脆脆的，那種片狀的拿起來吃很麻煩，很容易掉，就很方便攜帶，而且送人也還蠻適合的。下一個是蘑菇脆餅。但這個分量我覺得有點少，那這背後也有一個很感人的故事。這個創辦人她是一位媽媽，因為她的兒子得了糖尿病，那兒子又喜歡吃零食，那外面零食又不健康，她就想說好，那我就來創辦一個健康的零食，秀珍菇來當做零食的基底。秀珍菇它的纖維值又比較高，而且它採用的是不丹地區的秀珍菇，那邊的秀珍菇的品質會比較好，因為在高山嘛，污染会比較少一點。我很常聽到創辦人為了自己兒子女兒健康開始創業做餅乾、做麵食什麼的。我覺得有些東西它發展出來，其實它不一定是為了賺錢，它有時候是為了家人健康，反而就是造福人群。选的這個是董英公的口味，但是我不得不說，我剛剛看到它內容物有一點點太少了。我要聞到菇菇的味道，它是不加麵粉、低油，好像在吃中藥。我觉得他兒子不會喜歡，我自己都不喜歡了，好酸哦。對，怎麼抖音公的味道那麼酸啊？我已經覺得到有點難吃了。我覺得是調味的問題。好臭哦！沒有到臭，就是酸味很明顯。大踩雷！我說實在的，尾韻還可以毒害我到後面。哦天哪，我受不了，這個一定要喝水，就有點像在吃中藥，而且還比中藥更苦。健康零食啊，來，兒子吃中藥嘍。我不認同。下一個番茄風味脆餅，只要有去泰國人，你應該有看過這個包裝，銀色包裝就非常的復古，很像我們小時候吃孔雀餅乾，經典的包裝到現在都沒有改變，所以是泰國很經典的國民零食。其實我在泰國已經吃過了。那時候我在便利商店看到，我想說我買一包來試試看，結果哇一吃，不小心就把它吃完。哦，真的很爽脆。讓我想到是台灣的卡迪娜，番茄口味的。對，它是用薄片式，但是台灣的卡迪娜是整條的，所以我認真講，它的調味很好，但它口感輸給卡迪娜，沒有空氣感。這個是酸甜一點點的鹹，味道的比例調配的比較好，卡迪娜偏酸，各有優缺點。泰國人的國民經典零食，好吃。100%天然日曬香蕉乾，這款當初也是我們在 Big C 的時候，老公你不是看到有個人買了超多盒這個？這個香蕉是經過110天的日曬熟成做成的香蕉乾。還沒吃之前啊，我聞它的外表，它竟然有點點酒香味。你剛剛說曬了7749天，是不是？回魂哦，7749天，經過110天日曬熟成，直接用自然烘乾法去收乾香蕉的甜分、水分，直接鎖在這個香蕉乾裡面，所以它是非常的天然，沒有添加的香蕉乾，經過長時間的熟成才有的香蕉自然原味。我覺得這個蠻適合給老饕吃的，有一點脫離了原本香蕉有的香氣，它把它升華到另外一種不同層次的感覺。一般我們在東南亞買的香蕉乾是比較偏餅乾、脆餅，但是它都會再加上一點甜味在上面。那這個很特別。它是軟的，保留香蕉原本的質地。沒有吃過這樣子的香蕉乾，就很像是一罐酒釀了好久，它開壇之後那個味道香氣全撲鼻而來。而且我覺得老人家應該會喜歡，因為它的口感算是比較軟嫩，不會說很硬，有硬物感。因為那東南亞的那種水果乾都太硬了。下一個是酥脆蟹肉棒，在泰國很常看到這種蟹肉棒的食物，但是他們把它做成了餅乾。那比較特別是，它有60%以上的魚漿做成的，跟一般的餅乾口感會不一樣，還蠻好吃的。它的魚漿比例很高，會吃起來真的有海味在裡面，就是酸奶洋蔥的口味，也不至於太鹹會蓋過蟹肉棒的海味，所以吃起來是非常的平衡。它是這種切成薄片，再去烤箱去烤，讓它的油充分的瀝乾，所以吃起來不會油膩，非常的香酥清爽。下一個也是大海系列的白沙丁魚脆片，所以我們現在這2個系列都是走海鮮高級版的零食。哦，我一打開就聞到魚的香氣撲鼻而來。哦，好濃烈呀！這款很好吃哎，也有魚的香味在裡面。這款也是健康零食，可以補充 Omega 3。
這款我也推耶，加上因為它烤的也很不錯，酥酥脆脆。剛吃的時候，它中間剝開，看得到真的有小魚在裡面，這個好適合當下酒菜哦。滿滿的海味，好吃。下一個蘇打餅，我們在泰國已經有吃過其他的口味，有原味海苔。那雖然說這個餅乾它是印尼的，但是我們真的覺得很好吃。那我們這次來試試看另外一個冬陰功口味，冬陰功是泰國當地限定的口味。這家的餅乾口感真的很好，原味我覺得適合配其他的東西，比如說果醬、蘸醬一起吃。海苔的口味非常的香。那這個冬陰功的口味真的很冬陰功哎，酸酸辣辣，不是小朋友吃的那種版本哦，我覺得是大人味的冬陰功。每個口味上面的調味粉絕對是撒好撒滿，而且重點是它這一包非常的便宜，因为它有很多種其他的口味，很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。海苔的口味我也很推薦。下一個羅望子乾，有沒有看到這邊也有 OTOP， 但是這個沒有5星啦，不過它代表也是當地的小農特色產品。打開怎麼有種菜脯味啊？這是我第一次吃到羅望子的感覺，它酸酸甜甜的，還蠻適合當你在吃正餐前面的一個前菜啊。有點無花果的感覺，但也有一點芒果乾的感覺。它的缺點就是外觀看起來很醜，但是吃起來我覺得還蠻開胃的。羅望子其實也是泰國廚房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角色，像冬陰功啊、泰式炒河粉，其實他們裡面都會加羅望子的醬汁在裡面綜合調味，所以這是他們泰國當地的靈魂食材。沒錯。下一個昆蟲餅乾有蟋蟀跟蠶蛹。創辦人為什麼會做蟲的餅乾？是因為他發現追求高蛋白，未來也有可能飲食的需求會以蟲為主要的飲食來源。4隻炸蟋蟀的蛋白質等於1杯牛奶。哦，對健身的人來講，這個是 CP 值更高、更方便可以獲取蛋白質。天哪，打開這個零食我真的是嚇到完整的樣子 ，Oh my god！前幾年的時候，我就把這個零食拿去給我的同事，每個看到都想要揍我。哎，你自己吃的這個我就沒辦法了，因為雪人他不敢吃，我就來替大家吃了。我認真講啊，蟲餅乾的口感沒有很好。調味上都還蠻到位的，能吃到一點黑胡椒味道。我覺得因為之前去夜市吃過這種炸蟲蟲，還是以夜市的炸蟲蟲感覺是最香脆，像那個鹹酥雞的口感。但我覺得這個因為臨時的關係，破壞掉那個蟲的應該有的質感。我怎麼講那麼仔細啊？要吃真的還是去夜市去吃他們現炸的。就像我們吃海鮮一樣，你要麼就是吃現場處理的，不要吃加工後的海鮮，口感上還是有差多了。下一個是泰式堅果米餅。米餅也是在泰國很常見的伴手禮，看到這個會讓我有點想到那個爆米香哦，確實，對，只是它上面撒滿了非常多的堅果。泰國是米輸出國的大國，是目前是排名第3，那第2名是越南，第1名是印度，所以米做成米餅也會提升他們稻米的經濟產值，吃起來真的就是爆米香的升級版，有一點點糖漿撒在米上面，不粘牙，吃起來是酥脆的口感，而且上面是撒堅果，所以我覺得吃起來還不錯。但我覺得太像台灣的爆米香的口感，所以台灣人買這個，它驚喜感應該不會這麼高，所以這個可買可不買。不過它是泰國長米耶，是真的比較長的泰國長米。如果你想吃吃看泰式的爆米香的話，當個小甜點也還蠻好的。畫面這邊是我跟雲流精挑細選心目中的排名。泰國的零食真的都還蠻有特色的，有融入泰式料理的味道在裡面。所以這次的伴手禮，你最喜歡哪一個呢？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哦，或者是說你有推薦什麼樣子的伴手禮給我們，也許我們下次就去開箱。那我們下期見嘍，拜拜。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們是創世小夫妻，下集見。